大家好，我是静。这一次规划4天3夜漫游澳门，走访澳门半岛，欧雅风情完美融合在每个角落。在小潭山观景台欣赏180度的壮丽夜景，金碧辉煌的大酒店旅拍初体验，探索城市里的人气拍照点，沉浸在路环宁静的渔村情怀，顺走黄金海岸步道，眺望无敌海景，品尝在地葡式蛋挞、鸡蛋仔，分享澳门完整的景点、交通、美食。喜欢我的影片可以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就出发吧！这次是预约旅部的机场来回接送，价格实惠，服务亲切，推荐给大家。一出机场这边就有换澳门币的地方，左边这边上去有 7， 听说可以买那个澳门通，但很长就卖完。大家好，我是静。这次安排澳门4天3夜，早去早回，所以是10玩3天。那我这一次住的饭店是百老汇酒店，银河体系底下，然后算是在酒店内我觉得相对平价的，就一个晚上差不多4000台币，然后有含早餐。最特别的是它旁边有个百老汇大街，有卖非常多的澳门小吃，晚上再来逛。旁边比较知名的就是银河酒店，大概走路是10分钟的距离。机场一出站就搭乘计程车，60块澳门币，行李是例外计件的，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。酒店的话也有免费的接驳，最早的话是10点，巴黎人、威尼斯的银河酒店免费的机场接驳。酒店门口就有一间超商，在这边储值澳门通。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行程吧 ，Go！ 澳门主要由澳门半岛、荡仔、路荡与路环4个区域所组成。第一天前往澳门半岛，从西边玩到东边，来一趟观光历史之旅。公车只要3块澳币，非常的平价。这里就是有名的葡京酒店，还有新葡京酒店，这算是开发很早的赌场。澳门通在一些贩卖机有卖100澳门币，记得它在机场蛮不好买的，超商很容易就卖完了。第一站就来到澳门最高的地标338公尺的澳门塔。我后面这个是西湾大桥，在澳门的网络eSIM跟澳门塔的门票都是透过 KKday 购买的，行程跟购买链接都会放在说明栏，有兴趣的人可以参考看看。现在就要进去澳门塔的景观台了，那门票大概是600多台币，就出发吧。这是我来到澳门的第一餐，超饿的，直接来旅游塔里面的餐厅点蛋挞、炒饭，然后饮料，80几澳门币。蛋挞超好吃，里面非常的绵密，入口即化。在 KKday 上面订的，来这边换票就可以直接进去了。上来澳门旅游塔了，只要50秒，那电梯超快的。好高哦，而且它有点倾斜的感觉，就更有漂浮感了。澳门旅游塔的主题是史努比，难怪我刚刚在远远的地方有看到史努比，而且它上面好少人哦，有点包场的感觉。那听说它是世界旅游塔第10高的。
西湾大桥俯瞰的感觉。那对面这个就是友谊大桥，那里的话就是蛋仔区，有买明信片的人可以来这边盖。5种盖起来的话是这种颜色。61层的室外观光廊，这边可以付费参加各种户外活动。澳门旅游塔比埃菲尔铁塔还要高一点，除了有高空弹跳，还可以登上旅游塔的最上面，笨猪跳跟高飞跳。现在的话要去妈阁码头，下载高德地图跟 Google 都可以查到澳门的公车。旅游塔在那边好显眼，现在要走去妈阁庙。第二站，我来到了妈阁庙，澳门最古老的寺庙之一，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哦。里面主要是信奉妈祖，是位在于妈阁山的山腰上，就进去看看吧。传说妈阁庙是建于1488年，那有一说是1605年是以花岗石为主导的。可以爬到最顶端的地方，很多这种大石头让我想到金门的太武山，很像帽子造型的日香。妈阁庙旁边有一条小老街跟住宅区，有卖一些伴手礼，可以买到很多饼啊、蛋挞，什么都有卖。我 N 年前来这个街道拍过照片诶，然后放上对比照。议事亭前地，就现在圣诞节已经过了，居然还有圣诞树。非常多葡萄牙式的建筑，因为以前葡萄牙在这边殖民了400多年，很多美食哦，大家可以来探索。市政署就以前的警察厅，上面有圣诞快乐，太好笑了。这也可以进去参观。那等一下先进去这个市政署看一下，它附近也有天主教堂，在附近的景点用走路都可以到。葡萄牙诗人作家。议事亭前地的地板，这个瓷砖非常有名，是19世纪的时候就有了，充满着南欧的风情。益顺牛奶也有很多分店，后面还可以看到那个葡京饭店。我来了益顺牛奶，点了冻奶茶，这一杯的话是25冻双皮炖奶，32澳门币，历史也很悠久，绵密的牛奶，超嫩。成功记烧腊店也非常有名哦 ，Google 评价有破千。现在吃饱了，应该不会进去吃，有经过的人可以进去吃哦。我们非常有名的马嘉烈蛋挞，满满的人潮。老杯牛杂也蛮有名的，排很多人。马嘉烈蛋挞是以前1989年马嘉烈女士来这边开咖啡店，结果蛋挞大受欢迎。买到了马嘉烈
蛋挞了，那它大概等10分钟，很快。大家都是买一盒一盒的，我是买一个，一个是11澳门币，台币40几。它非常酥脆，饼皮是比较厚的，你看，然后一层一层的，推荐大家可以来买哦。是马嘉烈总店。牛杂一条街，非常多口味的牛杂，牛的各个部位。6、7年前我有吃过这个咖喱牛杂。牛杂一条街有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卢家大屋。澳门著名的商人卢华少所建造的，清光绪15年1889年所建造，上面有个天井，是可以冬暖夏凉。做中西合并的设计，还有做阁楼。议事亭前地，再往前面走就可以看到玫瑰圣母堂，1500多年前所建造，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哦。巴洛克建筑的风格就是黄白去设计，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哦。大三巴旁边的景点恋爱巷，拍到人非常多，所以要非常有技巧，仰角一点才能拍到大三巴跟那些比较欧式的建筑。澳门必来的大三巴牌坊，可能它以前是圣保罗大教堂的遗址，但它已经有经过3次筑龙，然后保存这个前面的牌坊。叫大三巴是因为葡萄牙文大教堂的意思。隐藏景点就是这个 Uniqlo 的2楼，从这个窗户可以直接拍大三巴的景观。然后刚看有很多的人在这里排队，一路往这边往上就是大炮台。到丰塘斜巷，那这边是以前西方在中国设立的首间传染病的病院，然后是以前收留麻风病的病人。大家因为惧怕麻风病，所以把这边称为丰塘斜巷。榕树稳稳的扒在墙壁上，跟建筑融为一体。新葡京酒店，在这边就可以拍澳门赌王经典的照片。摆这个动作，大家都来这边拍了，主要是拍这2栋建筑，但是现在这边在维修，我们来拍照吧。赌王何先生拍照的一个景点，因为我刚刚瞧了很多角度，那它也是前澳门的首富哦。开发较早的赌场酒店，然后就是葡京酒店，这边是永利入荡区，其实有比较新的永利可以搭缆车。来到了澳门渔人码头，它是位于澳门半岛的东边。
人码头看到一个餐车是台湾人开的哦，叫做丹气坤，点了一个鸡蛋仔，它是抹茶口味的，一个是28澳门币。它现烤的超酥脆的，里面是绿色的。离开澳门渔人码头了，那这边就是一个很清幽的地方。澳门半岛大概就是玩这样的行程。等一下的话就会回到荡仔的方向。那我记得渔人码头这边有一家开蛮久的厨泰餐厅，蛮有名。想吃餐厅的话，可以考虑一下。回到了荡仔区，要去小潭山看夜景。公车的话搭到苏利安原型地，很特别是它可以直接搭电梯上去耶。小潭山观景台，哇，上面有人在飞空拍，很多经典照都是在这里拍的。百老汇大街这边有必吃的折弦记，1944年，然后是卖鸡蛋仔。住这个酒店还蛮好的，不用怕饿到。这边人也很多50年老字号店，青州林记，杜小月台湾的店对，晚上人没有很多，但是如果住在路荡想吃小吃可以过来，晚上也可以来酒吧喝酒。这边还蛮好逛好买，但它的礼品也不算太贵。现在有跟史努比合作，5样200多澳门币，而且这边人没有很多。脆，而且不会太甜。有时间可以走过来虽然稍微远一点。百老汇的位置就是非常的西边，就是离巴黎的那些市区是有一定的距离的。晚餐来吃旧城宾式鸡翅荷包蛋饭，是55澳门币。开箱今天住的百老汇酒店，外面是有景观的。住在这边3晚1晚的话，4000台币左右，有含早餐。那以路荡区，这已经算是非常平价的饭店了。因为大家可以去搜一下附近的威尼斯人、巴黎人，还有新豪影会都是5星级的，房间的干净度都非常好，就推荐给大家。mini bar 的部分也是免费可以喝的。第2天先去饭店附近的大型酒店景点。再前往荡仔繁华的关野街、龙环普印住宅，最后回到酒店体验旅拍。澳门
门现在也有轻轨哦，想要打打看，因为是好几年前来是完全没有，它现在轻轨很方便，可是主要都是分布在荡仔区。但是澳门半岛的话只有一站，就是昨天的妈阁。现场买票的话是6块澳门币，刷澳门通的话是直接半价3块澳门币。就这款澳门通是没办法在车站里面加持的，因为车站只有接受轻轨通，所以如果靠超商就在超商加值。现在要去协和医院，然后再走10分钟就可以到巴黎人。最新开的是这个莲花线的横琴站，它可以整个离开澳门，现在都还在赶。现在来到巴黎人，近看这个埃菲尔铁塔还蛮大的。我来到了巴黎人，那后面的埃菲尔铁塔是用2:1的方式去制作的，它是2016年开幕的，在拉斯维加斯也有一模一样的建筑哦，所以这边是成人版的迪士尼，还蛮多人说会在晚上来拍照，气氛非常好。对，可以买票上去看一些景观。听说他的房间有2500个。巴黎人的对面就是巴黎人花园，从这边可以拍摄整个埃菲尔铁塔。结果他今天关闭耶，好难过哦。很多人会坐在这个花园里面有一个椅子拍照，算是蛮经典的照片。这间不知道在施工什么，可惜不能进去。前面的话是伦敦人，他是用1:1去仿照伦敦的大笨钟。伦敦人是没有在拉斯维加斯发布过的，对，2022年开幕的。伦敦人可以直接通这个空桥走到威尼斯人，这里也是一个拍照景点。来到伦敦人的购物中心了。现在要走到威尼斯人，仿照威尼斯的水上城市，这边也可以付费体验威尼斯运河搭船的感觉。贡多拉船就停靠在那里，今天好像没有人搭，天空都跟真的一样，每天都是晴天。巴黎人里面的样子，上面也是非常多的商场，柱子上都有精致的雕刻。巴黎人的旁边有一个免费机场线，10到15分钟一班，11点到晚上9点期间有很多的车次。中午吃太子茶餐厅，位在于官野街附近。来澳门必吃的咖喱鱼蛋，这一份13澳门币，很便宜耶，捞面。它上面是 cheese 配上芝麻，这一份36。现在来到官野街，汪记咖啡蛮有名的，大力来记猪扒包也很有名。官野街充满着手信店、甜品美食，大家可以来这边逛逛。
1983年第一个有人行徒步区的方便街。安德鲁蛋挞这边也有。这间好特别，有各个口味的葡式蛋挞，奶茶看起来超好吃。对面有一家四季咖啡，1965年也是必买的咖啡店。新好影会结合影视剧院购物商场的一个酒店，然后他有时候还会请巨星来表演哦。等一下的话就会去搭那个8字摩天轮，真的太狂了！怎么可以在饭店中间盖了一个摩天轮？3楼超高的，他现场买的话是100澳门币，或者是在 KK 店买的话，大概300多台币而已，我觉得蛮划算的。然后我也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购买的链接。这次有申请 KK 店进 TV 专属的优惠码，也有放在链接，如果有需要的人可以使用，1月底就截止哦。天哪，我觉得好高，好可怕！如果不怕高的人，也可以直接趴在上面，因为它这个玻璃是做斜的。好，放这首歌好像《星际大战》。晚上的伦敦人了，那现在流行的澳门旅游方式就是在夜景的时候，请专业的旅拍摄影师来拍照。那我在 Trip.com 也有比价，后来发现在淘宝订1个小时是1600台币，是最便宜的。那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的说明栏，期待我的成品吧。今天的摄影师先到永利皇宫，这边有免费的水舞跟缆车，但缆车要排队，排超长。体验完1个小时的拍摄了，那这次拍摄了伦敦人、巴黎人、威尼斯人，还有永利皇宫，那我觉得非常值得留纪念。那如果有独旅啊、带家人或是情侣都可以来拍，留下美好的回忆，推荐给大家。拜拜。
大家早安！今天是来到澳门的第3天，今天会去走澳门的最南端路环区最未被开发的渔村，那边的话有教堂、动物园，也有安德鲁蛋挞创始店、知名的黑沙沙滩。从百老汇酒店要走到轻轨站，必须要穿越银河酒店，是走10分钟左右。位于路环的澳门大熊猫馆，那这里是免费景点哦。它是占地3000平方公尺的一个大公园，展示4只熊猫。那它名称叫做“开开心心、健健康康”。这个是开开心心的石雕。营业时间是9点30分到晚上6点半，然后礼拜一休馆。大熊猫资讯中心、蜻蜓园，还有植物园、礼品店。主角大熊猫在这里面。路环市区，它是一个圆环，中间有个小童的雕像。这家安德鲁蛋挞是最早开业于澳门的蛋挞店。安德鲁蛋挞，一个也是11澳门币，跟马德利是一样的价格。肯德基的感觉，非常多内馅的部分。海的对面就是大横琴岛，那轻轨站也可以直接坐到对面哦，叫做横琴站。路环的圣方济各教堂，那这边是非常知名的天主教教堂，还有圆形的拱门，还有一座钟楼，是为了纪念400多年前来这边的传教士圣方济各。那听说里面有他的遗骸。附近的教堂上也有很多小吃美食，听说还有一些葡式料理，这也都是小吃，有猪扒包。刚刚看到图书馆里面好多人在读书，超安静。那它这个建筑也是属于巴洛克建筑。8景之一的黑色沙滩，沙子是呈现于黑色而闻名的半月形的，所以也被称为大环。这里算是路环的最后一站哦。南走的话还有9澳灯塔，或是9澳七苦圣母小堂。那旁边有一个黑沙龙爪角海岸镜，也还有时间的话，我就会走过去。从刚刚的黑色沙滩走过来，来到了路口。整个黑沙龙爪角海岸镜的地图，现在人在这里，然后一路走到这个猿人石，然后看到这个凉亭，应该就会折返了，因为它总共全长是1200公尺，难度是3颗星。现在来到了起点，准备要走
黑沙龙爪角海岸景，觉得这个海景还蛮漂亮的。鹿环算是澳门最后一个宁静之地，它也是一个很可爱的小渔村。这个称为龙抓石，因为这个大石头上面有很像龙抓的印记。超美的，推荐大家可以走过来。完全不一样的澳门哎，旁边是山，然后就面对海，看腻了那些繁华的建筑，可以走过来哦。地标元能石，在这里，这是它的嘴巴。这边都可以听到海浪拍打的声音，让我想到外双溪也有一个观景台，这样长长的。被离开这个步道了，那我觉得从黑色沙滩这样走过来回应该也要快1个小时哦。步道路口也有洗手间，所以其实不用担心了。澳门有很多 Jollibee 快乐风的分店，这个是菲律宾在地品牌。看看澳门的房价，900多万、700多万、690万，真的跟鹿环价格差很多。鹿环大概是500多。澳门的在地商场、超级市场来一来。听说在伴手礼界也很有名，好像是葡萄牙的罐头，网络上也说可以买。那个芝麻饼，这还蛮便宜的，20块澳门币。还有这个杏仁饼，这个14块澳门币。今天是我来到澳门的第4天，来到银河酒店旁的排脚站，准备搭轻轨回机场了。百老汇走到银河酒店站大概是10分钟，搭排脚站13分钟回机场。是来银河酒店必拍的钻石大堂。这个钻石表演的话是上午10点15分开始，每30分钟表演一次。银河酒店的大门口也有免费穿梭巴士，直接到百老汇，就不用像我这样走15分钟了。凭星际酒店、安达仕酒店跟百老汇酒店，蛮推荐大家可以安排4天3夜的澳门之旅漫游，也可以享用饭店的设施。像我入住的百老汇是可以使用银河的饭店设施，听说他们的游泳池非常高级，还有飘飘河。机场也有很多美食哦，所以离开的时候不怕饿到。那这次澳门4天3夜之旅结束了，有丰富的人文历史建筑，中西合并，非常的特别，走访了金碧辉煌的城市，推荐大家来走一趟，品尝在地的美食。这次安排行程和购买的票券都会放在下面的说明栏，有进 TV 专属 KKday 折扣码，也只到1月底哦，可以点取下方的链接，有兴趣也可以使用。澳门下次见，拜拜。喜欢我的影片可以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看更多照片可以追踪我的IG，下次见，拜拜。